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亚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暖暖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31季第1集。主持人正在唾沫横飞的评点体育界的杰出人物，到底是科比还是乔丹？现在接进来一个热心观众，好巧不巧，这个人正好就是辛巴。主持人希望辛巴能说一下谁是最优秀的，可惜辛巴报上的名字并不在主持人的候选名单内。然后他把辛巴大骂了一通，还伴随着冲马桶的声音挂断了电话。连一旁的2个好朋友也嫌弃辛巴，还说不懂体育，算什么男人？冲马桶的音效和好朋友的嫌弃，辛巴自然十分郁闷，连烤串都不香了。辛巴自然是在一旁竭尽所能的安慰他。一个体育栏目主持人又代表不了什么，网上有那么多节目，为什么不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呢？而且像那种自制的体育节目，你要是去，你也行。真是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谁知道辛巴的安慰词竟然被辛巴当真了，连庆功宴都提前安排上了。学校的伙食还是那样令人失望，辛小妹用叉子戳了像石头一样的土豆块，这可怎么吃呀？正当他感叹之余，盘中土豆块竟然飞了出去，直接砸到了前面小胖子的背上。这小胖子以为是宣战的信号，直接又开始打起了食物战。对方很明显是学霸型选手，列方程求解，判断方向和力度，精准出击，每一块土豆块都没有落空。前来查看情况的校长直接被眼前景象带回了越战时期。大战之后必须要有人对此负责，毫无劣迹辛小妹就这样阴差阳错被第一次送去流堂。她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各种劣迹斑斑的场面，混乱的房间，凌乱的人头，用飞镖砸小新的照片，芭比娃娃车祸。另一边的辛巴倒是把他节目支棱起来了，搭上了背景，自制的标识牌，还有哼唱的背景音乐齐全。节目内容就是去告那些已经成名的体育明星，比如说大家都觉得阿里打拳厉害，他就说那是因为他没和卡修斯·克雷比，可是他俩是同一个人呀。辛巴确实也一点不了解体育界的事，可惜他自己却毫无知觉，还自顾自的继续说着。一旁偷看的小新都看不下去了，于是他悄悄绕到了辛巴的身后，直接把他节目名称改成了驼鹿史，还大肆在辛巴的节目里搞怪。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，父子之间大战又开始了。就像往常一样，他们打得不亦乐乎，丝毫没有注意到电脑正在录制，于是他们打架场面就成了众多民众的娱乐节目。无论在哪里，这对父子都是最棒的消遣。这2人对自己在互联网上走红的事毫不知情，还在庭院里激烈的对骂。不过他们很快就停止了争吵，因为有位网红来了，他叫帕克，靠爆红的视频赚钱。因为辛巴和小新打架视频火了，让他嗅到了商机。他此次前来就是为了让辛巴和小新拍更多的视频，然后一起赚大钱。看着自己的视频还在持续上涨的播放量，确实是一件令人很开心的事。但是他们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实际的收益，这是很可惜的。帕克告诉他们，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把播放量变成现金。看着这2个人干劲十足，积雪充值完毕。现在来看看某平台传播最广的视频，一个猴子闻了一下手指，然后从树上掉了下去。从来没有看过这个视频的辛巴被逗得哈哈大笑，大笑笑。就这样过去了1个小时，他们终于可以继续谈正事了。这只猴子没有因为这次的爆红网络赚1分钱，得到过一根额外的香蕉，就是因为他没有跟帕克签约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是那个时候，那只猴子和他摄影师就认识帕克，猴子 T 恤，猴子纸巾，猴子嘉宾，那不是睡觉睡到自然醒，数钱数到手抽筋。接下来就要进入正式的拍摄阶段了。大佬保证，经过他的包装，他们的视频一定会比最火的电视剧还要火，而且还有赞助商的支持。2个网络新星即将诞生，他们拍摄第一个带广告的视频。不得不说，小新是真的狠，玻璃瓶子照他爹的脑袋就是砸。不过网络上的反响也确实不错。帕克象征性的弹出2个硬币，鼓励了一下辛巴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辛小妹还被关在流堂室，和那些校霸、学院交际花傻瓜一起。辛小妹觉得自己与周围的气氛格格不入，在完成陶瓷、读书、拼贴画之后，校长终于来到了辛小妹面前，承认了她的确不属于这里。可她并没有被重新带回教室，而是去了更远的禁闭室。要说为什么不用学校专用的禁闭室，因为学校没钱了，所以那个外包了。过了不久，一位西装革履的女士走了过来，她看起来并不是要教导他们规范自己的言行，反而像是一个开公司的，还说穷人都在监狱里，怎么越说越偏了。2位新晋网红很快就迎来了他们第一笔正式收入，5000美元，很可观的数字。不过估计坐在他们对面的帕克已经赚翻了。现在就要开始拍摄第2个视频了，场地就是他们所在的炸鸡店。总的内容就是继续互相伤害，你在我身上泼番茄酱，我就往你裤子里倒冰可乐。最后一步热油灌顶，再加一点洋葱圈，很好，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自从父子俩精诚合作，共同创业，关系亲近
进了不少，都能手拉手走路了。网红的身份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额外的福利。辛巴喝酒，老谋子都不收他的钱了，即使把老谋子酒吧改成辛巴的名字归他所有，老谋子也心甘情愿。不过以后要想再见到老谋子，只有派下水道老鼠去通知一声了。小新也得到了混混们的格外重视，以前他们只会欺负他，现在那都是他的保镖，连警察都打算送枪给混混，让他们能更好的保护小新。越来越多人都被关进了禁闭室，可他们犯的那都不叫事儿，为什么会被送进来呢？很快，那位西装革履的女人又来了，估计是人数够了，他们开始给她分配任务。他们是学生，又不是工人，不是要他们制作车牌吗？新小妹很快在车牌上印上了罢工，其余的小朋友纷纷效仿，然后大声抗议。这时，小新和辛巴都回到了家，他们亲切向彼此打招呼，然后亲密的抱在了一起。谁知道这一幕被漫画男拍了下来，他控诉了他们的亲密举动，表示自己受到了欺骗，他再也不是他们的粉丝了。另一边，新小妹的抗议活动也如茶如土的进行着。原来这个女人本来就是企业人士，是因为校长说愿意提供免费快乐的工人，才把场地租给他们。校监走过来让女人放心，因为学校还有一部分人，他们愿意为了钱做任何事，只要与儿童无关。没错，他们就是教师。两位网红还没有红多久，就快要面临过气了。如果想要能够继续有人喜欢，就必须当着一群大佬的面表演，这样说不定能够重新挽回人气。不久，他们就来到了巨大的会场，里面是各种类型的大主播，也是他们接下来表演的观众。凭借着那些大佬们的粉丝和播放量，说不定很快就能重回巅峰。很快就到他们上场表演的时候了。他们身上的防护措施很少，打扮得像两个原始人，不过他们手里的武器却是真刀真枪。帕克告诉他们必须真打，打死更好，这样播放量肯定直接爆炸。就在他们走上了舞台，正准备拿起武器攻击彼此时，突然停了下来，一股异样的情绪在他们的心间流淌。他们发现自己并不想和对方刀剑相向，他们毕竟是亲父子，平时大家怎样打闹，心里都是有一个度的，怎么可能为了赚钱就对亲人短兵相接？于是再一次，他们在众人面前紧紧相拥，台下自然是一片唏嘘与喝倒彩。可是这又有什么呢？他们从未发现彼此的心贴得这样近。很显然，这并不是公众想要看到的视频，但是还是有一个人为他们点了一个赞，那就是小小新。虽然他还是对那些比较残暴的感兴趣，不过直到最后，辛巴也没有放弃他成为网红的愿望。他又办起了刚开始的体育栏目，还请来那个最开始羞辱他的主持人。阴差阳错成为大网红的辛普森父子，他们的经历揭示了不少的网络现象。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，哪怕像辛巴这样什么都不懂的人，也可以去录制节目。一只猴子晕倒可以成为社交软件最火的视频。最可怕的是，从中反映出了网络三方势力的非人异化。首先就是那些被原始欲望支配，纵容自己去喜欢那些无下限视频的网友，他们表面上都爱好和平，反对暴力，实际在网络上却喜欢看父子相残，并且两度因为他们的和好而觉得乏味。其次就是靠爆火视频赚钱的媒体人，他们清楚网民都是容易受到影响的，也是知道他们感兴趣的视频到底是什么，但是他们没有肩负起作为媒体人的责任，反而只是提供网民想要看到的东西，所以没有下限，哪怕闹出人命都没有关系。世上没有绝对的善与恶，与内心的恶意抗争是每个人贯彻终身的课题，但无良媒体的有意引导使天平失衡。当人心野兽冲出牢笼，谁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就是下一个受害者。最后就是辛普森父子代表的所谓的网红，他们是资本手中的提线木偶，如果想要获得名利，就必须乖乖听话，没有选择自由，必须时时刻刻维持住自己的人设，才能长期得到网友和资本的青睐。表面风光其实也是最可悲的。好在亲情唤醒了他们心中的良知，重新找回了自己，但是这三方势力与他们之间的循环，也许永远也等不到彻底终结的时候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